小时就要举行了，这会儿开跑车兜风，不会得罪谁吧？哎呀，能得罪谁呀？整个沈家，我最不能得罪的就是我公公20多年没见的前妻秦岚。啊，老婆，20年没见，你突然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。别叫我老婆，我20年前就和你离婚了。儿子今天结婚，我回来是看看你给他挑的儿媳，替他把把关。兰兰，儿媳妇还行，不过得你亲自点头才行。你要是不同意，今天的婚礼立马取消。这还差不多，如果他不让我满意，就休想嫁给我儿子。兰兰，你看，这都20年过去了，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好不好？兰，哎，真的呀，老公，你说咱妈回国了？对对，沈家的传家宝翡翠玉镯放在婚车里了，你到时候记得帮我交给咱妈，你在她面前也能留个好印象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把玉镯保管好的，到时候呢，亲自交给咱妈。好。薇薇，你这婆婆到底什么来头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老沈对她念念不忘，除了她，别的女人理都不理。或许她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和她破镜重圆呢。哎，你把那个玉镯保管好，千万别碎了，要不然我嫁入沈家的机会就泡汤了。哎呀，我就看看。薇薇，你可得在你婆婆面前好好表现表现自己。那当然了，我等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今天。走吧，这个婚车呢是明轩送我的，婚礼开始之前正好带你兜兜风。好呀。老板，来碗米粉。阿姨，请坐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停车！薇薇，你这个玉镯子摔碎了。什么？你没事吧？你以后要小心。你个死女人，没长眼是不是？你把马路当你家客厅了，在这儿摆摊，你知道你弄碎我那玉镯有多贵吗？这条路限速20，你刚刚明显超速了，还差点弄出人命。明明是你的责任，倒怪起我摔坏你的东西，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？超速？我开的是跑车，我不开快点的能叫跑车吗？一个小杂种的命能有多值钱？死了我就赔钱呗。可是我现在玉镯被你们弄碎了，你们这群臭大公主一辈子也赔不起。你疯了吗？你差点撞倒的是人，不是其他东西。人命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吗？而且是你开车超速摔坏了镯子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镯子是因为你才摔碎的，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镯子可是我闺蜜用来讨婆婆欢心的，现在摔碎了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你？你损坏了什么东西，我都赔给你。但是你们不把人命当回事，这就是你们的问题。你们两个应该向这个小朋友道歉。道歉？我向他道歉？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让我向一个摆地摊的道歉？职业不分贵贱，能靠自己的双手赚钱就是本事。我说了，你们损坏了什么东西，我都赔得起。但请你们不要这么侮辱人。赔？你睁大眼睛给我看！这翡翠玉镯代代相传，是经历了几代的传家宝。这玉镯怎么这么熟悉？这可是我孝敬未来婆婆的。你赔？你拿什么赔？你一辈子都赔不起。这玉镯是我用来孝敬未来婆婆的，就是因为你摔碎的，你拿什么赔？住手！是你自己超速，还差点撞到我的女儿，她只是出于好心，你怎么能打人？这是封口费，你要是再敢多嘴，
我舔你一起打！微微有的是钱，够买你们母女俩10条命。识相的赶紧滚！你们简直无法无天！再不滚，连你们娘俩一块儿打！看到了吧？只要我有钱，就没有人敢管我。你倒是好心，可人家呢？这就是你爱多管闲事的下场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这样早晚会付出代价。代价？不就是多花点钱吗？哼！这1万挂号费，这1万住院费，这1万精神损失费，这1万消肿去瘀，这最后1万嘛，让你认清现实，钱能买到任何东西。呸！钱买不来人命，更不是你们这种妄想要嫁给男人就能跨越阶层人的工具。你的钱只会毁了你。你还敢还嘴？我现在就毁了你！林小姐，我说林小姐，还有3个小时婚礼就开始了，沈总和沈公子到处在找你，你怎么出现在这种地方？等我处理完这个女人，我马上赶回去。要不还是先回吧。夫人回国，我们大难的不好。你也知道，夫人在老百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我们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她呀。李秘书，你知道他刚干了什么吗？她把我送给婆婆的传家宝手镯摔碎了。什么？你们把帝王祖母绿手镯弄坏了？不是我们，是他，都是因为他手镯才碎的。兰兰，这是帝王祖母绿翡翠打造的玉镯，全世界只有1块，是我沈家10几代人的祖传。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怀远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不可能，帝王祖母绿手镯全世界只有1块，那就是在江城沈家手里，怎么可能在你们这里？怎么不可能？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就是江城沈家即将过门的儿媳妇儿。你是沈家的儿媳妇儿，林微微。微微姐，看到了没？现在连这种苦命打工人都知道你要成为沈家儿媳了。怎么想求饶？晚了，都是因为你，害得我把手镯摔碎，那可是我送给未来婆婆的礼物，现在全毁了。这种品行低下、道德丧尽的败类，就是沈怀远口中的好儿媳。怎么不反抗了？你刚刚不是挺有能耐的吗？现在装可怜，晚了！去，给我找根棍子，我今天要好好收拾收拾你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打电话给我？难道是兰兰那边出什么事儿了？不行，我得亲自打电话问问。沈总，这是集团10个亿的合同。这些小事儿先放一边。老沈真以为一个姓沈的就能是我们沈家人，惹了我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住手！我是沈怀远的前妻秦岚。什么？沈夫人在国外打拼了20年，浑身上下穿的肯定都是奢侈品。你呢？穿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衣服，也配说你是沈夫人？没错，她和沈总虽然分别了20年，可至少也是当过首富太太的人，一定是一位举止优雅、雍容华贵的贵夫人。你再看看你，一脸的狼狈模样。给我摁住他！今天我就让你尝尝冒充沈夫人的后果。看到没？我公公亲自给我打的电话。你刚才说你是他夫人，可别怪我没有给你机会证明自己。微微，你去接你婆婆去哪里接了？到哪里了？
婆婆，难道沈怀远结婚了？沈怀……公公，有人弄坏了你送给婆婆的礼物。什么？谁这么大胆子，敢把我送给妻子的礼物弄坏？我绝饶不了他！嗨，公公，先别生气，我会替你好好处理他的。等完事儿了，我一定接婆婆安全回家。沈怀远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是没想到你早已娶了别的女人，还有你口中这个乖巧听话的儿媳妇，竟然是这种败类。兰兰，医生说了，是个男孩，以后让他娶个媳妇儿，让儿媳妇儿好好孝敬你。孝敬我？男人难道都是这么心口不一吗？哟，现在知道害怕，还哭了。放心，不会让你走得很难看。这照片对你很重要吧？这照片怎么这么眼熟？这照片怎么和沈总桌子上那张一模一样？你说什么？难不成这老女人真的是沈怀远的前妻秦岚？不对，秦岚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路边摊，还为保护一个商贩小孩，差点拖了自己的性命？秦安于身份尊贵，不可能会做这种事。丽珍，你别乱说话，那照片就是他伪造的。就是，沈总身边倒贴的女人多了去了，国际巨星、年轻小花旦都往身边凑，她一个跟摆地摊打架的老太婆，不可能认识沈总。哎，对呀，沈总身边从来不缺年轻漂亮的女人，他这把年纪了，那照片肯定是他为了蹭关系故意伪造的。沈怀远，原来你身边这么多女人，我真傻，居然相信你独守空房的鬼话。一把年纪了，还想当沈总的前妻？看看你脸上的褶子，都够夹死一只苍蝇了。这100块钱施舍给你，去做整形，免得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还顶着一张老黄脸，妄想攀龙附凤，嫁入豪门。我呸！你找死！看我不打死你！吓唬吓唬得了，可别真闹出人命来了。沈家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轮到你在这给我做主了？没有，我这不是怕累着林小姐吗？而且我看这女人有点姿色，要不让我替您狠狠地羞辱她一顿？也对，还算你鬼点子多。行吧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你们敢！我不光敢，我还要给你拍下来，让全网都欣赏一下。这是沈总亲自定制的玉坠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他身上戴的是那半块定制的鱼形吊坠？没错，就是他脖子上那块。难道他真的是沈怀远那个消失了20年的白月光，我未来的婆婆？那我岂不是完蛋了？我这不是亲手砸了自己嫁入豪门的梦啊！你去给我看清楚了。不是的，我在沈总家里见过他妻子的照片，他这副穷酸模样和照片上的比，可差太远了。我肯定不是他。李秘书，你确定不是？如果认错了，咱们可就都……保险起见，我打电话问问沈总。怎么回事？我让你去看薇薇那边的情况，你在干什么？沈总，我和林小姐去见夫人的路上遇到点状况，这里有个女人，她戴了和夫人一样的玉坠，我想问问您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有相同的玉坠？那条项链是定制的，世界上只有我妻子才有，其他的全部都是假的。他口中的那位妻子，想必就是沈怀远另外找的女人。可笑这20年，我还真以为他在等我。假的你还当个宝贝？快拿过来吧你！
这是我的，你还给我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给我老实点！这假玩意儿你倒还挺珍惜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毁了它。丽莎，我求求你，把它还给我！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还给你。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林薇薇，我发誓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看来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深呢。哼！你要做什么？放开我！看来我要在你脸上留下点痕迹，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。难道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？不行，我得亲自去看。快去，给我备车。是。这不是我那儿媳的婚车吗？怎么会停在这儿啊？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婚车停这儿干嘛？不行，我得下去看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找个东西把他嘴给我堵上，再找根绳子把他给我捆上。林小姐，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万一被别人看到。过分！他摔碎了我要孝敬给婆婆的玉镯，我可能再也嫁不进沈家，这算过分。倒是你，还想再在沈家混了？现在知道老实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因为这个被沈家赶出去，这笔账就算在你头上。现在我要先从你脸上收点利息。你说我是从左边划呢，还是从右边划呢？划个十字怎么样？这样你走到哪儿，别人都知道你得罪过我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让你们去接人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爸，就是他打碎了你让我送给阿姨的礼物。还敢在这碍眼！要不是你撞碎了镯子，哪有这么多破事儿？就是，我们跟他讲道理，他不认，还非要闹。行了，你们怎么还能动手打人呢？爸，他打碎了阿姨的礼物，我们气不过才让拦着的。算了，玉镯碎了也拼不回来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别在这耽误时间了，婚礼快开始了，我先送你们过去，然后再派人去找你阿姨。好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沈怀远，沈怀远，刚刚怎么是兰兰的声音？爸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说不定秦阿姨已经到婚礼现场了，咱们要是去迟了，她该不高兴了。也是，我真是急糊涂了。兰兰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爸，您别着急，您都苦等秦阿姨20年了，刚好今天我和明轩的婚礼，说不定你们两个还能再续前缘呢，一家团圆，双喜临门，多好呀！是啊，当年我和她都太倔了，谁都不肯低头。这才错过了20年。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什么都听她的，绝对不能让她再受一点委屈。走吧。20年了，他还记得不让我受委屈，是我差点错信了林薇薇的鬼话。你还杵在那儿干什么？集团那10个亿的项目，你先去处理一下。是的，沈总。
林薇薇，沈家的门风绝不能被你这种人糟践。要在婚礼现场戳穿你虚伪的面具。薇薇，这沈家不愧是江城首富，这酒店，这排场，全是按最高级别。我马上就要嫁入沈家了，所有的一切当然都得按最高规格来，要不怎么凸显出我沈氏少奶奶的身份？哎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怎么还联系不到兰兰？啊，爸，宾客们到的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们先去打个招呼吧？啊，你自己去就行，你婆婆的电话一直联系不上，我不放心，我必须得去找她一趟，不然这个婚礼还有什么意义？婚礼只要一举行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沈家少奶奶，以后不管谁见了我，都要毕恭毕敬，一定让这婚礼按时举行。爸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现在去找婆婆，婚礼怎么办？等婚礼结束，我陪您一块儿去找她。啊，婚礼要是开始了，兰兰没找到怎么办？不行，必须得推迟婚礼。薇薇，婚礼先推迟举行吧，再等等，你先负责招待客人啊。自私的老东西，自己想着借婚礼和那个女人再续旧缘，非得耽误我的大事。等我彻底掌控沈家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上一次来这种场合还是儿子的百天宴，没想到一转眼20多年了。怎么这样？为了一个20年没见的老女人，连自己儿媳的婚礼都撇下了，这也太过分了。这个老东西，身边放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人不要，非要对这个人老珠黄的老太婆念念不忘，真不知道这个老太婆下了什么迷魂汤。薇薇，你快看，那不是早上碰死那个吗？他好像是讹上咱们了。不行，得赶紧把这老东西处理了，免得又在婚宴上惹出麻烦。又是你这个地摊女，也不看看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识相的话，最好赶紧给我滚出去，搅乱了我少夫人的婚礼，跟你没完。装聋作哑也没用，今天你1分钱也别想骗到。还敢打人？你个讹人的垃圾，反了你了！竟然敢打我！我马上就要嫁入沈家，成为沈家的少夫人了，有权有势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沈家少夫人，你马上就不是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个社会能运转，靠的是体面人、守规矩、有底线，而不是你这种想要靠着嫁入豪门就能跨越阶级的败类。我告诉你，沈家的门你迈不进去。在沈家当了20几年的佣人，沈总待我像半个家人，可惜了秦夫人。当初和沈总那么的相爱，就因为一点误会赌气相持，半生未见，成了沈总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爸和明轩都认我这个少夫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指手画脚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，给我按住他！敢当着全江城上流社会的面打我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！死皮赖脸的东西！上次放了你一次，这次居然跟踪到婚礼现场，怎么，以为换了件衣服就能成为上流人士？可惜，野鸡披上凤羽也变不成凤凰。哼！薇薇，你看他这料子，手感摸着就廉价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淘来的山寨货。穷鬼，告诉你个道理，今天可是沈家大婚，像这种级别的典礼来的可都是江城的名门望族，
像你这种穿山寨货的，就是低人一等。只有我和微微这种一身名牌，随便一件衣服拿出来够你好几年工资的上等人，才配站在这里。多少钱的衣服我都穿得起，能不能被人看得起，靠的不是几件衣服。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这姑娘的眉眼，这神态，怎么这么像夫人？确实很像。你个老女人还敢教训我！给我按死他！看我不打烂你的嘴！住手！住手！要是打了他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加入沈家。动手！是谁给你们打脸碰他的？要是夫人今天升这半分，你们都别想在沈家待了。你又是谁？沈家的地盘，轮得到你在这发号施令了？就是，少夫人的话都敢不听了是吧？少夫人，这是李叔，在沈家待了20几年的老人，沈总都把他当半个家人，家大大小小事儿都得他在安排。沈公子见了都要叫他声叔。夫人，真的是你，没想到我这把老骨头了，还能再见到你。李叔，这些年是辛苦你们了。夫人，您这是说的什么？当初要不是有您的照应，我还有老王、李婶他们，哪能在沈家安顿下来？您离开沈家后，家里上上下下就没有一天不盼着您回来的。原来如此，都是这个老家伙在背后给他撑腰，难怪他敢这么嚣张，还对沈家的事一清二楚，真是滑稽呀！我可算把你们的把戏看穿了。我说你这个老女人怎么敢冒充沈夫人，甚至对沈家的陈年旧事了如指掌。沈总的老照片也在你身上，原来是这个老东西在背后给你出谋划策、通风报信呀！可不是嘛，一个想攀高枝，一个想女权谋私，这出大戏演的可真够逼真呢。可别装腔作势了，我看你们两个不是什么主仆情深，更像是一对见不得光的老姘头，想联合演戏骗取沈家的钱财吧？你简直是血口喷人！夫人当初为了沈家倾尽心血，就连沈氏集团一半的业务都是夫人拉回来的。沈家上下谁人不知，谁人不见？你在这里有什么资格对夫人指手画脚、恶意诋毁？诋毁？我看是戳中你们的痛处，让你们恼羞成怒了吧？好，说得好，我现在就打给沈总电话，让他亲自听听他未来的儿媳有多么的歹毒。你算哪根葱，还敢告我的状？你不就是有点权力的仆人，拿着沈家的钱，还敢倒帮外人来拆沈家的台，真把自己当半个主人了？李叔在沈家操劳半生，就连沈明轩都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你说他算哪根葱？我倒要问问看，你一个没过门的准儿媳，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算什么东西？我是沈家明媒正娶的少夫人，等我嫁进沈家，整个沈家上下都得听我。像你这种吃里扒外的老东西，等我掌权，第一个拿你开刀，让你滚出沈家！你休想！沈总他不会信你的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公公宁愿相信你一个下人，也不信我这个准儿媳？你脑子坏掉了吧？先别给自己扣上儿媳妇的帽子，没我点头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圆豪门太太的梦。想阻碍我当沈家少夫人，你在找死！哼，你们两个是死人吗？这个手镯价值30万，谁把这2个人给我扔出去，这个就是谁的。还不快点儿，机会可只有一次，我看谁敢动。他一个外人联合一个佣人欺负我这个沈家少夫人，分明就是在打沈家的脸。你们还想不想在沈家干了？林小姐，李叔在沈家几10年，沈总得敬他3分，我们真不敢动。得罪李叔，我们没办法交代。交代？你们应该跟我交代。我不光是沈氏的少夫人，更是集团的副总经理。现在把他给我拖出去，明天你们去行政部报道。
主管职位，月薪翻倍。沈氏集团，那是我和怀远白手起家打下的江山。当初我离开，他为了让我安心，硬是塞给我50%的股权，还给了我任免公司一切人员的权利。林薇薇啊，林薇薇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非要闯。董事长，您终于联系我了。立刻取消林薇薇在沈氏集团的一切职权，赶出公司，永不录用。装上瘾了是吧？还勤懂？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开除我这个集团副总经理。给你5秒，我帮你倒数，5、4、3。谁呀？没看到我正忙着呢吗？林薇薇，我代表沈氏集团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我是集团的副总经理，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林薇薇，这是总部直接下达的指令，无旨不得执行。难道是？不可能，爸怎么可能会开除我？是我。薇薇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个老东西，他仗着自己在沈家多年，与这个老女人内外勾结，滥用职权，一定是他假借沈总的名义给公司联系的。好啊，你个老狗，竟然在背后搞鬼，贼心不死，竟然敢联合外人假借公公的名义动用公司的权力。你们以为这样我就害怕你们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是非法操作，是监守自盗。等公公回来，我立马就告诉他，到时候看你们怎么死。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有权利开除你？你能有什么权利？不就这个姓李的给你帮忙吗？还舔这个脸硬装，真恶心。李叔，去取下当年我签的股份合同。是。我呸！演戏还上瘾了是吧？看你们怎么收场。夫人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！沈氏集团转让协议，甲方沈怀远自愿将名下沈氏集团50%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乙方秦岚，乙方秦岚将与总裁沈怀远共享集团一切的事务，最高决策权，包括所有高管的任免权。现在你还觉得我是靠小伎俩开除你的吗？薇薇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这合同肯定是假的。假的？当然是假的。你想啊，他们俩合伙演这么一大出戏，伪造个假合同有什么难的？这年头做个假章假文件可太容易了。对，肯定是假的。好你个老狗，竟然拿份假合同来骗我！你竟敢撕毁夫人的股权合同，你这是在犯罪！我现在就去找沈总，让他好好看看这个好儿媳到底什么德行！哼！薇薇，快别跟他耗了，等会儿沈总真带秦夫人回来，看到这满地狼藉，对你的第一印象可就毁了，到时候你这婚都结不成了。对，不能让他们回来看到这个疯女人，必须在他们回来之前把这里处理干净。还看什么看？赶紧把这个伪造合同、大闹婚礼的女人给我赶出去！合同就在你脚下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要执迷不悟？一个攀龙附凤的女人，也想要把我赶出去？攀龙附凤，我马上就是沈家的少奶奶，倒是你拿这份假合同在沈家的地盘上狐假虎威，沈家的人不在，我就有权利替沈家人维护颜面，处理掉你这种心怀鬼胎的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天塌下来由我顶着！住手！薇薇，
明轩，微微，你怎么了？是谁？是谁敢在我沈明轩的婚礼上动我的未婚妻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他冲进来就说要毁了咱们的婚礼，还拿着假的股权合同来骗人。我让他走，他还打我。明轩，我好害怕。老贱人，这回我看你怎么死！明轩最爱国了，今天你插翅难飞。明轩哥，你可算来了，你都不知道微微受了多大的委屈。这个老女人假装秦夫人不成就撒泼耍无赖，微微气不过跟她理论，她就打微微。好，好得很，敢搅黄我沈家的婚礼，敢动我的女人，我今天一定让她后悔在这里捣乱。明轩哥，是她，就是这个老女人。转眼，你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就是你啊，敢搅黄我沈家的婚礼，我今天要让你……妈，没听错吧？沈家大少爷竟然叫这个女人妈？难道她就是传说中那个消失了20年的沈家真正的女主人秦岚？哼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这个林薇薇啊，别说少奶奶了，怕是小命都要不保了。明轩，你别被他骗了，她怎么可能是你妈？你醒醒一点！你看看她这副穷酸落魄的样子，一个人偷偷跑出来，穿得这么寒酸。如果她真是沈家的大夫人，怎么可能会成这样？她就是骗子，她是看我们沈家有钱，故意来演戏的。明轩，我的好儿子，20年了，妈妈终于见到你了。微微说的对，这种人怎么可能是我的母亲？你认错人了。明轩，你……我的母亲曾经是江氏集团的女主人，是江城所有人都敬仰的传奇女性。她高贵、优雅，气场强大，而不是像你这样衣衫不整、狼狈不堪，像个疯婆子一样来打乱别人婚礼的冒牌货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不是我妈。天啊，连沈公子都亲口否认了，这女人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我就说嘛，秦夫人出走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会突然冒出来？原来是个骗子。演得可真像，差点连我都信了，真是人心不古。明轩，你现在看清楚了吧？刚刚谁在质疑我这个少夫人的决断？你们这群鼠目寸光的人，差点被这个老骗子骗得团团转。明轩，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我被这个女人骗惨了，她不仅打我，还要毁了咱们的婚礼，不仅要毁了我，还要毁了我们沈家。是啊，明轩哥，这个女人简直太无法无天了。她当着全江城的面打微微，打的可不是微微的脸，是你的脸，更是整个沈家的脸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今天敢欺负我的未婚妻，敢搅黄我的婚礼，我今天就不会让你站着走出去。现在立刻给我跪下，给我的未婚妻磕头道歉，不然我就让你还有你的同伙从江城彻底消失。明轩，这就是你20年来长成的样子，为了一个蛇蝎毒妇，对我这个亲生母亲恶言相向。我以为你在沈家20年，就算没有学会经商治世之道，也该学会明辨是非。没想到你只学会了滥用职权，不分黑白，为了维护一个满嘴谎言的女人，滥用沈家给你的职权。沈明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敢对我这沈家的少主人说教，你简直是在找死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你的手段就是不分曲直，为了这个满嘴谎言的毒妇，对你的亲生母亲动手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你2岁的时候贪玩，摔断了左边的胳膊，是谁带你去医院，守在你的床边，3天3夜不敢合眼？
你3岁的时候胆小怕黑，一个人不敢睡觉，又是谁跑遍全城，在你的床头摆满夜灯，告诉你那些是守护你的星星，让你安心睡觉。你这个老女人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明轩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少在这编故事博取同情，你这些手段我见多了。就是随便编2件破事儿就想冒充明轩哥的妈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我胡说。那你敢不敢把你左边的袖子卷起来，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有一道至今未消的月牙疤痕？他怎么知道？你个老巫婆，少碰我老公！老公，你清醒一点，别被他骗了。这些陈年旧事，肯定是姓李的那个老东西告诉他了。对，一定是那个老管家，他跟这个老女人是一伙儿的。一个下人在沈家待了几10年，知道你几件小时候的破事有什么稀奇的？对，老公，他们肯定是串通好骗你的。一个下人，一个骗子，肯定是利用你对咱妈的思念，合起伙来图谋我们沈家的财产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们真是好生的算计。算计？沈明轩，我怀胎10月生下你，没想到在你眼里，我这个亲生母亲竟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骗子。住嘴！我告诉你，你不是我妈，别跟我对你不客气啊！听到了吗，老贱人？明轩亲口说了，还不赶紧下跪道歉？好一个不是！疤痕可以说谎，记忆可以模糊，但这个你总该认得。虽然被他摔碎，可样式没变。沈明轩，你给我看清楚！我以为你要掏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证据，搞了半天是这个破玩意儿。老公，看到没？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垃圾，想冒充咱妈，真是穷疯了，脑子坏掉了。就是，微微，这老女人黔驴技穷了。沈明轩，这块双鱼玉佩是你刚出生的时候，我特意为你求的，1分为2，一半给你，一半给我，为的就是无论我们相隔多远，母子连心，见玉如见人。现在这一半就在这里，你敢不敢把你身上带了20年的另一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到底是真是假？拿就拿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一个不知道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东西，也敢跟钱夫人留下来的宝贝相提并论，真是痴人说梦！哼，老贱人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等明轩拿出真玉佩，看你的老脸还往哪儿搁！到时候我要亲眼看着你被乱棍打出沈家。快，老公，把你的拿出来，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彻底死心，让所有人看看她是怎么当场出丑的。真的合上了，分毫不差。她真的是沈家消失了20年的大夫人。我的老天爷，那刚刚岂不是沈公子他在？阿姨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是你。闭嘴！明轩，你快给我解释一下，这都是误会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妈，全都是误会，您看。误会？明轩，我等了你20年，盼了20年，就等来一个轻飘飘的误会。妈，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全江城的名流都在这看着呢，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，就当帮儿子一个忙。这件事再回家私下说，别让我丢脸好不好？丢脸？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当众对着你的亲生母亲百般羞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丢脸？你为了维护她，让我下跪磕头的时候，
你怎么不觉得丢脸？是我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，让你变成这副是非不分的样子。你变成这样，我有责任，所以现在我要亲手把你带回正途，纠正回来。这个婚，今天不结也罢。这个女人，今后休想踏进我沈家半步。不，我不能就这么玩。就算你提起来，又怎样？你离开沈家20年，现在的沈家，一切都该是我的，你也别想阻止我。老公，你清醒一点，就算她是你妈又怎样？她已经离开20年了，这些年陪在你和爸身边的人是我，以后能让你执掌沈氏，让你坐稳继承人位置的人也只有我。你要看着让她毁了我们婚礼吗？让我们让整个沈家成为江城的笑话，你甘心吗？微微说的对，表示认了，婚礼就婚了，沈明轩的脸、沈家的脸就都丢尽了。更重要的是，爸答应我，只要我和微微顺利成离婚，他就把手里的股份全部供给给我。我不能让这个20年间的母亲毁了我即将到手的一切。谁告诉你们这是真的了？啊！这回事情可闹大了！我的天啊！他竟然亲手摔碎了我们的心！疯了！沈家大少爷疯了，连母亲留下来的东西都给摔了。为了个女人，连亲妈都不要了，这简直就是忤逆不孝啊！明天的头条有了，沈家这几10年的名声啊，今天算是彻底完了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几个从今天起，沈氏集团断了与你们家族的所有合作。我沈明轩说到做到，谁再敢胡说八道，跟他们的下场是一样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这个伪造信物、打闹婚礼的疯女人给我拿下！沈明轩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摔坏的不是玉佩，是你我母子情分，是你为人的良知。妈，对不起了，为了我的未来，为了沈氏集团的颜面，今天就只能先委屈您了。听到了吗，老东西？明轩亲口承认了，他选的是我。你不过是个20年不见的孤魂野鬼，还妄想做回大夫人，做梦呢！看什么看？婚礼继续。好的，沈少爷。沈明轩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林薇薇女士为妻？无论贫穷富贵、健康疾病，都爱她、珍惜她。我愿意。林薇薇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沈明轩先生，作为他的合法妻子？我愿。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！谁他妈又来捣乱？爸，放开他！敢动我沈怀远的女人，你们不想活了！兰兰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没事，我们沈家还有家事要处理。好。沈明轩，你这个逆子，给我滚过来！爸，公公，你别怪明轩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。你给我闭嘴！我沈家的事，轮不到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外人插嘴。你这个混蛋！她是谁？她是生你养你的亲生母亲。你为了这个毒妇，不仅不认她，还让人打她。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爸，我错了，爸。还有你，林薇薇，要不是兰兰，我都发现不了你是人面兽心。我沈家的这场婚礼就此取消。你从今往后不许再踏进我沈家一步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林薇薇、段倩茹、李征因涉嫌危险驾驶等违法行为，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从不缺席。每个人都应当遵纪守法，坚守道德底线，用真诚和善良创造美好生活。